先问一下大家，提到手机的子品牌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？或者说你正在用的子品牌是哪一个啊？可以评论弹幕一下。遥想10年前，许多厂商为了扩大知名度啊，抢增量市场，纷纷开启了双品牌战略，一个又一个子品牌应运而生啊。这些小弟近年呢，甚至开始抢一些最新技术的首发了。最好的 AMOLED 的屏幕，全球首发的150瓦光速秒充技术，更厉害的200瓦超快闪充，210瓦快充，各家子品牌仿佛都有超越大哥的意图啊！他们都想当大哥嘛。论小弟这块，我们家红米排第一，你们应该没意见吧？红米，土里土气的，我的小弟都是回国留学生。realme， 你就是个臭卖鱼的。就是，你知道我们家小弟名字怎么读吗？切，我都不屑给你们比，先打赢我家儿子再说。爸，我都说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儿子了。荣耀，你最近低调点，吃饭做小孩子来做。下面介绍我的子品牌 Apple。好的，我是王炯，这一期咱们就来聊一聊大哥的小弟们啊，近年的发展的怎么样？2022年国内手机市场的数据报告啊，其中荣耀以14.5%的市场份额已然超过了华为，而且在大家的出货量都在下行的情况下啊，荣耀是唯一逆势上扬的品牌。作为曾经华为的子品牌，10年间脱胎换骨，本来只是为了拓展互联网市场啊，在当时对抗小米的产物，如今已经成为了头部品牌。技术上的东西咱们不好说啊。小老弟，我能给你的，我手都给你了。借鉴也好，继承也罢啊，不可否认的是，两家的生态设备啊，在发展路径上已经逐渐有了自己的品牌调性啊，开始啊，在2022年变得慢慢不同了啊。去年我们也聊过，技术上荣耀从入门到高端折叠覆盖的也是非常全面，再加上自身继承的软件优势，你想用华为没有5G，哎，咱们这儿有啊，这系统几乎一样，软件习惯几乎不用改啊，不仅有5G，咱的价格还便宜啊，这对于大众来说吸引力太大了。你说荣耀想当大哥吗？不好意思，人已经成为大哥了。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，天时还是地利，子品牌目前发展最好的应该就是荣耀了啊！当然，这背后也是大哥几乎断命的代价。蓝厂 vivo 的子品牌 iQOO 啊，虽然年轻啊，但是干劲十足，妥妥的劳模代表啊。去年一口气发布了 iQOO 9到11 3代产品啊，1年时间3代同堂，还有 Neo Z 和 U 系列啊，各种发力抢占中低端市场。卷王2个字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。从诞生之初就扮演着极客探索的角色，大哥 vivo 的产品可是从来不将性价比作为标签的。iQOO 正好相反，它的目标基本就是覆盖有差异化需求的年轻消费群体，也就是屏幕前的你啊。预算可能没那么多，但是呢，也想来点旗舰体验。iQOO 本身呢也更加偏重线上市场，补齐大哥的市场短板。第一代的 iQOO 配置就相当足啊，当时发布我还去了现场。旗舰芯855 6+128，第6代指纹识别，完善的游戏硬件体验啊，以2998元的价格直入小米的腹地，这个价格可不是随便定的啊！当年的小米9是2999元起啊，就是比你便宜1块钱。顺子，炸！你连夜说服高管，我连夜说服大哥，大哥干你还不用亲自动手。小米也想通了，就你有小弟，我小弟才猛啊，比我这大哥都猛，而且有诗为证啊。红米主打性价比，怼的有伤没脾气，背刺大哥我第一，也能 KO 我自己。从去年某东双11的战报来看啊，这红米一个子品牌在 Top 10中呢就占据了5席啊，并且9A 呢拿下了单品第一的成绩。这个榜单上甚至都没有大哥小米。10年前呢，小米已经靠1999坐稳了终端手机市场啊，但是百元机市场啊还是山寨手机的天下啊。为了切下这块蛋糕，小米联合 QQ 空间在当时发布了一款价格为799的初代红米 QQ 空间啊，有点暴露年龄了啊。我现在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留下自己当年的 QQ 名，可以评论弹幕一下。当时这台手机呢是相当火爆啊，90秒就卖光了首批10万台机器，一鸣惊人。小米可以说是凭一己之力拉低了整个手机市场的价格，而红米的功劳我觉得更大啊，直接干掉了当年的山寨手机。但随着问题也马上出现了，小米之前给人的感觉就是性价比，而红米呢是极致性价比啊，2个性价比啊，自己打来打去，让自己大哥的旗舰很难走向高端。小老弟，大哥带着你不好做事啊！以后你负责中低端市场，大哥我就冲高端了。于是2019年啊，这个米冲高的关键点啊，这个红米独立了，但刚刚脱离大哥啊，这小弟可能有点放得太开啊，这个疯狂背刺大哥啊，开启红米 K 系列的 K20 Pro 啊，真旗舰敢 KO 啊 ，KO 了哪些友商不好说，但把当年的小米9是肯定狠狠刺了一刀。其实
我们是在开我们自己。还有最近发布的 K60 系列啊，配置对比一下，小米13和 K60 Pro 同样的8.2，同样的 MX800 主摄，在电池和充电方面，小弟还压大哥一头啊。最后价格上，这小弟的起售价啊，比大哥还便宜了700块钱啊。讲道理，小米13这配置堆料已经很足了啊，但还是架不住红米的性价比背刺。极致性价比，你教的吗，大哥？KO！ 红米背刺这么狠，他想和荣耀一样当大哥吗？啊，没那个。红米划分出去啊，本质呢就是为了定位考虑的，更好的细分市场，小弟中低端，大哥米冲高，客户群分层，别和之前自己两个性价比或者说啊 OPPO 一加似的自己打自己啊。如果我们将米系去年的所有产品铺开啊，你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啊，每个价位段都有米系的产品覆盖。4000元以内依次是红米的数字系列、Note 系列和 K 系列啊，4000元往上呢就是大哥的数字系列。这数字系列呢再细分数字啊 Pro 和Ultra 啊，依次往上铺开。性能配置啊，确实压过大哥一头啊，但是在质感上 ，K60 Pro 和13你都不用拿起来啊，看一眼就知道谁是大哥了。谁说二手数码不能高品质？闪小白 APP 支持无理由退货，能买也能卖啊！现在新人还能领60元礼包。绿厂这一家人呢 ，OPPO 大哥啊，深耕线下啊，那曾经也是相当辉煌。但是啊，这个近2年稍微有一点不温不火的感觉啊，尤其是这个 Fan 系列啊，感觉没有做起来。还有就是影像方面，感觉有点卷不动了啊，尤其是和邻居这蓝厂相比。但是在折叠上，绿厂还是有些作为的。这小折叠做的确实不错，希望今年能够多发点机械。这小弟 Realme 呢，算是个回国留学生啊，搞设计，找联名，在国外市场，尤其是印度啊，卖的也不错。而一加这边应该是这些子品牌里面最折腾的一个啊，之前也一直想自立门户搞个大高端啊，又是自己的 OS， 又是哈苏联名，但最终折腾了一圈，还是回到大哥麾下啊，成为线上急先锋啊，主打性能嘛，为大哥冲锋陷阵了。其实一加的品牌定位一开始是非常讨喜的啊，就是我自己都特别喜欢啊，海外背景啊，极简高端，设计优秀，目标用户就是极客啊，国内的销量不到大哥的1%啊，但是无所谓啊，国外非常火爆，甚至在印度做到了高端第一啊，一度干翻了3星，它应该是最有机会翻身当大哥的子品牌。但问题就是大哥也高端，你也做高端啊，而且要命的是啊，后面啊技术同质化、硬件同质化，这消费者也不是傻子，你换身衣服就想当外国人，肯定是不行的啊。跟大哥合并之后呢，一加从去年开始呢，稍微找到了一点节奏啊，这个盒子上现在都印着啊，主打性能。之前一加可是不屑于说这种话的。据说今年的节奏会非常快啊！大哥的线下网点和宣发渠道，大哥的门店也多啊，直接去大哥的店子里面买手机啊，还有大哥的 ColorOS 系统啊，总比自己那个哪都漏风的轻 OS 好用吧？小而美哪有赚钱重要啊？上一个小而美啊，最后还不是嫁给了一个卖车的。我们这么梳理下来啊，反而是最不起眼的这个 Realme 啊，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 ？Realme 虽然这个品牌没有自己的顶级大旗舰啊，但是它什么都是自己的，连售后体系都开始自己搞一套了。我们前段时间出过一期4000元横屏啊，5台手机里边有3台都是子品牌，而且表现还都不错，基本上都能和自家大哥同台竞技，似乎看起来有点要在这个价位段干掉大哥的意思。但你稍微仔细一看啊，就知道是定位差异。红米两兄弟咱们刚说了啊，至于 iQOO 和 vivo，iQOO 的品牌定位呢就是偏极客、偏性能的这一派，一身技术加持啊，旗舰处理器啊 ，VR 芯片啊，它的定价啊免不了和 vivo 大哥的这个入门 X90啊相重合，面向的人群消费者呢其实是不同的。经过这2年的调整啊，大家的子品牌已经和大哥基本彼此不冲突了，谁也不想再走 OPPO 一加啊、红米、小米啊早期那个折腾的老路了。而且不知道大家注意没啊，这个快充这个技术啊，每一次进步都是由子品牌首发的。这 iQOO 10 Pro 首发了200瓦，红米 Note 12探索版首发210瓦，最近的 Realme GT Neo 5首发了240瓦。大哥为啥不直接上呢？我觉得可能有2个原因啊。第一个就是安全性考量啊，毕竟啊这种事情还得让小弟去做啊，要不苹果也不会万年5伏1安保平安啊。第二个我觉得是更关键的，就是高端的大哥现在都在卷影像了啊，而且这个镜头模组的设计呢，直接影响自己的外观 ID。充电这种你刚买的时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都可以先放一放，而且超高磁充电啊也确实很占用空间啊，没空放我大哥的大镜头了。都是误会啊！我家小弟之前是鲁莽了点，但是他的本性还是不坏的。我卖我的，他卖他的，我家小弟卖得好，我这个做大哥的应该也是高兴。2位小弟你们加油！哎，我家糖粉。无所谓，我小弟多。大哥，大哥，根据 IDC Calendis 的数据啊，2022年全年的智能手机出货量，国内是减少了10%几啊，各家的数据会稍微有点差异，创出了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你要知道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面有这么大幅度的跌幅。可想而知现在的大环境有多差啊！你别说当大哥了啊，可能活下去都难。不过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子品牌呢确实非常努力啊，这心机马不停蹄，也努力想让自己多一点新意。希望2023年的手机市场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诚意作品吧。OK 啊，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，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更多的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我个人体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